啦啦啦，八卦的小鱼又回来啦！娱乐圈的更新换代就像是家常便饭一样，昨日你可能还是炙手可热的当红顶流，时隔几日，或许就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无人问津了。所以想在娱乐圈站稳脚跟，连续几年保持高热度才是真正的顶流。这也间接说明了为什么明星们结婚都非常晚。而相对于国内的娱乐圈来说，韩国的娱乐圈更是这样，几乎每隔几天就会有一大批流量明星出道。就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在韩国，明星和歌手这个行业是个人都可以胜任。不过随着新晋流量越来越多，曾经被誉为是顶流级的人物也在随之变化。今天小鱼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昔日的那些顶流男星的现状吧。第一，玄彬出道10余年，他由一个正态感满满的欧巴，慢慢的蜕炼成了一个沉稳的大叔，低调内敛，克制却又保留着温柔。在韩国，他属于国民级的演员，口碑好，绯闻少，亲和度高，就连韩国的前总统和现任总统的妻子都是玄彬的忠实粉丝。他被民众们称为是韩国4大公共财产之一，是属于大家的国民男神，不能被私人化的那种。一出场瞬间就能点燃粉丝们的热情和呐喊，甚至就连国内的江疏影和马苏都是玄彬大叔的钟爱粉。其实玄彬之所以出道多年，依旧在稳居顶流这么多年，和他的人品和性格有关。在感情上面他非常低调，即便是和圈内的女明星们因戏生情，他也不愿多说，不愿被关注。在他的内心，认为演员的重心就是演戏，把每一部作品完美的呈现在观众面前，才是他最应该做的。事业上他也是兢兢业业，不断在挑战着自己的演技，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自己，默默地传达给观众多样角色和故事。对待工作人员从不摆架子，下车后第一时间就是向开门的工作人员点头致谢，走红毯时多个角度大方比心，对待前辈谦恭有礼貌。当看到前辈上台领奖时，即便所有人都已经坐下，他依旧会认真地站完全场，聆听完前辈的发言。出身于书香世家的玄彬，从小就养成了优秀的品德，内心温柔纯良，把家人保护得非常好，所以玄彬出道这么多年依旧大火，真的有目共睹。就连当初孙艺珍的恋情关系被媒体爆出后，为了保护孙艺珍多年的完美形象，也是再三考虑后才向媒体公开的。并且就在前不久，两人还被爆出了玄彬将腾空1年的行程来筹备两人婚礼。话说被这样的男人爱上宠上，那是得多么幸福的事情呀。第二，宋仲基。宋仲基是韩国唯一一个在经过退伍魔咒后还可以无缝衔接出现在屏幕的男星，曾被观众们称为是继袁彬、张东健等人之后的新晋顶流男神。1985年出生在韩国大田的宋仲基，从小就条件非常优越，小学至初中都是上的贵族学业。曾经的他是大田代表队的短道速滑选手，当时更是作为大田的代表选手，参加过3次全国体育大会。不过本来是想要发展体育的宋仲基，却因为脚腕意外负伤，机缘巧合踏上了演员之路。在刚出道的时候，他还曾担任过大火的综艺《Running Man》的固定 MC，但最终在刘在石、金钟国等前辈的带领下，他在主持界还是未能打拼出成绩。后来又经过前辈指导，他又转向了演艺圈发展。这一次，他凭借和宋慧乔合作的《太阳的后裔》红遍亚洲，被观众们演技得到了认可。同时因为剧中两人的默契的合作，和宋慧乔因戏生情，喜结良缘。之后他的演艺生涯就一路呈上坡趋势，甚至后来宋仲基凭借《太阳的后裔》这部剧，在中国也都俘获了很多粉丝。但这段被所有人都认为是金童玉女的婚姻，却维持了不到2年时间，两人就闹掰了。
而多年来，她的完美形象也在一夜之间被人们唾弃的体无完肤了。这不，就在今年刚开年，由她所主演的2部剧也都完美扑街了。科幻电影《胜利号》豆瓣评分 6.5， 电视剧《文森佐》豆瓣评分 6.2。所以在此之后，宋仲基的演技也被人们拿来嘲讽。到底是演技本就如此，还是因为网友恶意评分？其实对此，小鱼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一段评价：因为宋慧乔一直以来就是他心中的女神，所以在见到好不容易得到的女神，如今因性格不合的问题，两人分道扬镳后，他的情绪和心态受到很大的波动，因此离婚之后，他的几部作品才会频频扑街。不过小鱼认为，毕竟当初的宋仲基也算得上顶流级的偶像，现在状况想必肯定是暂时的。第三，李钟硕。男神李敏镐是引领了一个时代，而他可以说是韩剧的扛把子。身高186，身材高挑，是个典型的衣架子。16岁就登上了首尔时装周舞台，7岁开始学习跆拳道，妥妥的实力选手，有着自己的公司，演技在线。他的哭戏和吻戏非常具有感染力，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宝藏男神。出道多年，一直专注于演戏，他对自己的人生目标非常明确，曾经说过，每次只有演戏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活的，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他却硬要拼实力。去年可以说是他的人生转折点，在韩国，入伍是所有男性的噩梦，不管你之前的人气有多高，大部分在退伍之后都会面临着人气下滑或是演技瓶颈的问题。不过这个魔咒似乎对于李钟硕来说似乎没有多大的反应。当时在见到李钟硕即将退伍的消息时，甚至还曾有网友称道，占领韩剧半壁江山的男神回来了。而李钟硕确实也没让观众失望，退伍不久后，李钟硕就被爆出即将要和正红的脸蛋天才车银优合作非常具有挑战的恐怖片《翻倍》，还有少女时代的林允儿合作出演的电视剧《Big Mouth》。不仅如此，退伍之后的李钟硕因为一头乌黑的长发造型，更是直接登上了中国版的精彩 OK。 单单就看封面中他的状态就可以看出，回归后的李钟硕状态依旧是满分。话说男神毕竟是男神呀，不管啥造型啥风格都能完美的 hold 住呀。第四，李敏镐。曾经的长腿的男神李敏镐，说起李敏镐，那真的引领了一个时代。他的影响力在韩国乃至全亚洲的影响力都是不容小觑的。不仅是妈妈辈的熟悉，甚至许多00后都是他的迷妹。记得当时在国内火遍一时的长腿欧巴，还是因为看了李敏镐的《继承者们》才流传出的一种风格。几乎只要说到李敏镐，不管年龄多大，都知道他的大名。187的身高，1.2米的大长腿，帅气的李敏镐可以说是无数少女心中的最佳男友标准。如今退伍后的他，在刚回归后的第一部作品，虽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甚至还有人认为是李敏镐职业生涯中的污点，但小鱼认为，不管时间再怎么流逝，年龄和面貌再怎么变化，实力这种东西永远是不会变的。尽管如此，他们的人气基础和扎实的演技还是在的。过去的10几年中，他为我们创作出了无数的经典之作，所以这一次的失误对他根本没有影响。李敏镐可以说是85后男神的第一梯队，是剧垮人不垮的代表。就在前不久，他还出席了自己主演的新剧发布会，为自己站台，并且就在5月12日，他还在 ins 上发文庆祝自己出道15周年。所以顶流依旧是顶流，不管经历了什么，沉寂了多久，他都会尽快调整自己的状态，很快的习惯如今的娱乐圈。所以小鱼认为吧，不管曾经的他们多么的辉煌，但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娱乐圈中，被替代是迟早的事情。只有自己不断的努力，才不会被新人替代，稳固自己的地位。
好啦，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对于以上小鱼分享的内容，你们怎么看呢？喜欢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留言、加关注哦，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娱乐圈的那些事儿吧。